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洛卡，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我的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很酸的波浪软糖。第二个选项是加了盐巴的小熊软糖。第3个选项是迷的彩色糖果。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如果有觉得自己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再把它记下来哟。那我们开始吧。OK，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选择很酸的波浪软糖的朋友，你的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上面这一排呢是我自己拉出来的时间轴，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够确切的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梦想，就是如果你照你现在的一个步调的话，那大概是1年之后，我们现在目前看牌面的话，大概是1年之后。1年之后呢，你现在想要实现的一个愿望或梦想、理想，它将会是一个很快速的状态向前推进。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好多好多的贵人，好多好多的运气都跟着你。
所以我会觉得1年之后状态会非常的好，但是他的状态会比较像是才刚往上冲，就是才刚开始有一点成果的感觉。那真正你的愿望要趋近于成熟平稳，我觉得应该是第2年。那这边我说到的第1年、第2年都是你现在看到影片往后推算的1年跟第2年。那请大家就是自己试算一下这样子。OK， 那第2年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处理得更得心应手，而且会是能够掌握得很好，能够抓住你要的一个状态这样子。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如果说我们要让这个愿望更快的显化完成，或者是我们想要把这个结果，这个愿望的结果，或者它的一个可能成果，我们想要把它变得更加的丰硕，power 把它加大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一个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需要多磨练你的沟通技巧，然后再来就是你可能需要更广纳各种的意见，跟去截取更多的知识来去support 你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这边其实圣杯女王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很多对人处事上面，或是可能在处理你的假设，如果说是你有一个作品想要做，例如说假设要出一本书或什么的，那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包容，更多的爱，更多的理想梦想去面对它，这样子就能够更放宽你的心去面对可能例如说别人的评论，别人的评价之类的。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情绪，你可以有时候可能理性的部分可以再把它稍微减弱一点，让你的感性的部分或是你的情绪，你自己比较纯粹的一个感情感觉，我觉得你可以多表现出来，多表达出来，会是比较加分的。那再来就是我希望你不要压力太大，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好吧？那不要给自己太沉重的一些负担压力，这样子尽量保持心情的轻松愉快会比较好。再来就是倒吊男倒吊男我会觉得你可能在面对你的愿望或梦想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有时候耐心可能不太够，那这张倒吊男出现就代表说你可能要多忍耐，为了你要达成的目标，你要多忍耐，因为这个倒吊男他本身是自己自愿掉在这里的，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锻炼然后历练的一个意思在里面，这样子 OK 吗？好，那再来就是我会希望，因为下面这张卡牌下面好多人嘛，那我会觉得就是像刚才说，就是你可能要忍耐，然后多聆听各方的意见，各方的知识跟资讯这样子。再来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下决定之前，你可能稍微缓一缓，就是不要马上很冲动的就下决定下决策，你可能也许在完成之前多再确认一次，再三的确认，或者是可能下决策之前先去喝个饮料，喝个水，或是去散个步，回来再重新的看一次，是不是真的这样子是 OK 的，
会对你比较有帮助。好，那我们再来看，那你不可以怎么样？这个魔术师跟这个女祭司，我觉得他讲的意思会蛮大同小异的，就是说，因为魔术师他本身会是一个，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一个状态。那，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有时候你在就是实现你的梦想，或者你可能有时候在执行一些计划的时候，你会比较惯性的就是一定要什么事情都 set 好，然后一定要计划很周详了之后你再去做。那我会觉得这样子反而有时候会让你很难迈开那第一步，所以我会劝你尽量不要一定要100%再去做。其实我觉得你可能例如说可能向前走一步，去先做你能够做的事情，然后完成一部分，或是可能完成第1版之后，你再去修正调整，再去做第2版，再去踏第2步，就不需要一定要一开始就要95%以上你才要动，那样是真的是永远都会走不下去的，永远不会开始。那女祭司本身她也有那种完美主义的部分在，所以我觉得你可能有些时候面子或是完美主义，或者是可能对自己的一个过度的要求，你可能先放旁边。就一开始就算是丑，就算是可能比较破旧、比较破烂，或者是不完整、不完美都没关系，你先试着去做第1步，去试试看。其实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难，那中间慢慢的调整修正，去慢慢的接近你心中的完美就可以了。不过那可能是100步、1000步之后的事，这样子好不好？那你要有耐心。好，那接下来中间这个教皇祷者就很明显，就是等一下，他不是教皇。OK， 他是 Hermit。好，他不是教皇，他是隐者，因为都是爷爷，不好意思。OK， 道者的隐者呢，我会觉得说，你有时候不要一直只是在想，你可能就是真的，逼迫自己展开行动，就不要再想了。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你可能想太多，反而行动力不够不足，这样子，那真的是太可惜了。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Key Card。这张 Key Card 是我当初在抽的时候，我是希望宇宙能够给我们一个 hint， 就是给我们一个 sign，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清楚的了解到你自己走在你自己实现愿望、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那借由它，我们来判断我们有没有走偏，那有没有就是进度落后这样子，或是方法错误之类的。那这张是圣杯随从，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在执行你的梦想、你的愿望，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就是你在执行的当下，你是保持着一个很纯净、很维持初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因为圣杯随从它本身是一个很纯净的心，很抱持着一个很原始的一个梦想的一个青年，所以他本身是没有杂质的，就是他不会是
就例如说想到之后怎么赚钱，怎么用你的愿望梦想赚钱，或者是怎么样能够赚得更多，或是怎么样能够偷工减料就可以完成或什么的。就是你要把一些杂质，你想实现的这个梦想这个愿望的一个本质以外的东西，你全部都先拿掉，然后在你去执行的当下，你只保留最纯粹的部分再去执行，那你就对了。如果你在执行，或是你在去计划的时候掺杂太多的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步调就会变慢，你就会离这个你的目的地越来越远 ，OK 吗？所以随时要警惕自己，就是随时要提醒自己，要保持着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想法，跟保持你的梦想或是你的愿望的一个初衷。那有一些杂质必须要丢掉，这样子 ，OK 吗？好，那第一组的朋友，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哟，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加了盐巴的小熊软糖。你的梦想，你的愿望会在什么时候实现呢？我们来看看吧。OK， 我们来解牌吧。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这6张卡牌。这6张卡牌是我拉出来的一个实现愿望的时间轴，那分别是1个月、3个月、半年、1年、2年跟3年。那目前我看一下牌面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你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你在3个月左右会开始状态会比较好转。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月会很想实现你的梦想，很想实现你的愿望，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如意，就不能够顺着你的意。
但是3个月左右，从你现在看这个影片，一直到3个月后，差不多3个月左右，我觉得事情会开始慢慢的好转，然后你也比较不会觉得这么的沮丧，这么的压力这么的大这样子。但实际上你真正你可以看得到成果，你可以比较能够收获成功的时间点是大概是2年左右。也就是你现在看影片，由你看影片的这一天开始推算2年之后，你会看得到成果你可以看得到你的成功。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愿望，你该怎么样子去做，会比较快的去显化你的成功，跟能够让你得到的一个成果更加的丰硕，它的力量能够再更加的我们把它加大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3张牌，这3张牌是你要做什么，你该做什么。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抽到的 key card 居然一样的卡牌出现了这样子。好，那就代表它的讯息量很重要，讯息很大，然后它的讯息的比重很重。那这3张其实一样都是魔杖属性的牌。那这3张 Ace 跟魔杖8，他们2个是倒着，可是为什么来到这个魔杖骑士的时候，它又转正呢？那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也是正的魔杖骑士，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我会觉得是说，我会觉得你可能在面对你的梦想、你的愿望的时候，你会不会是比较多是处在一个就是你很有热忱，你很想要去做，你很满怀希望，可是其实你可能在做事情上面，你再去实现你的梦想的这个过程，你可能没有什么样子的计划性，那只有满腔热血这样子。我会觉得你可能在面对你的梦想、你的理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更确切的、更好好的去面对你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只是因为很开心、很喜欢、很有热忱，然后可能胡乱的去操作这样子。因为其实魔杖骑士它本身是除了执行力、热情、热忱之外，我会觉得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战略性，就它不是一个傻傻的，就是那反正我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不考虑后果，我不考虑所有的东西，我就是冲这样子，并不是这个样子的。OK， 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会需要缓一缓。这个魔杖8本身一个速度，它是一个速度的牌嘛，就是一个快速的展开。那我会觉得你先 hold 住你自己，你先把这个满腔的热血热忱，你先 hold 住，你先好好想一想，你要怎么样子才能够确切的达到你要的目标，这个比较重要。那先不要就是胡乱的，就是横冲直撞。你必须要先思考你该怎么样子去做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另外这3张，这3张是你不要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要避开什么样子的事情对你比较好。那出现这2张就是圣杯8道者跟你的钱币7正的，这2张其实讲的东西会有点大同小异耶。就是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遇到一个瓶颈，就是好像你有很努力，你也很冲，你也很拼，你有在做事，可是成果就是不怎么好。那我跟你说，你现在必须要先停下来，
你要先把你的脚步停下来，你要重新的去看一下你到底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不要再一直重复一样的手段，重复一样的步骤去执行错误的事了。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办法把你导向成功，你只是有点卡住，浪费时间咯 OK 吗？所以不要再持续的做无谓的努力了，可以吗？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心里面可能有一套你自己的一个规范，有一套你自己可能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框架或规则之类的，或者是你可能觉得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做，所以你也这样做。那我会觉得你必须要突破，就是突破一些框架，突破一些可能别人都这么做的事情，你要跳脱出来，你不能够跟普世大家一样 OK 吗？就是因为教皇它本身是一个普世的道德规范，普世的一个价值观，那我觉得你可能要跳脱，这不是叫你要去作奸犯科也不是说你可以去踩一些灰色地带，而是说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来一点不一样的 idea， 或是可能跟你自己的一些对手可能需要有一些区别区分，这样子你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大的改善进步。要不然你其实就是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怎么成果就是不怎么样这样子。 OK 好，那因为我们就是这个牌面上都出现了2张同样的魔杖骑士，那我会认为你可能先把你心里面那个你想要达成你的愿望不好意思，达成你的愿望的这个欲念跟你的那种熊熊燃烧的那种热忱，你先收一下好吗？就是你先想一下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率的，而且是漂亮的达到你要的目标，你要的成果，而不是一直横冲直撞的，就是总之我这样做就可以，总之别人这样做，所以那我也这样做，别人因为这样做赚得到钱，那我也去这么做，这些都不对。或者是说反正别人交男朋友交女朋友都是用这种套路，那我用同样套路好了，这是不行的。你必须要先好好的去面对你想要完成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本质，重新评估过后，你再把你的所有的精力，所有你的热忱，你的梦想的那个火焰放在同一个地方，放在对的地方，再去冲会比较是正确的，好吗？那当你因为这张 key card 是你要怎么样确定你是走在你正确的一个实现梦想的道路上，那或者是当你呈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这就是宇宙告诉你，他给你一个 sign， 就是你现在走在对的路上，你是对了的。好，那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的热忱热能用在一个对的方向，那并且你可能要把你的可能你心里面熊熊的火焰热忱，你先稍微调整一下，让它更集中于你该做什么事情，而不是只是没有计划的毫无头绪的就一直随便的去行动，那样只是浪费你的就是你的热能，浪费你的 power 而已，好吗？那如果你有照这个建议的内容去执行的话，我觉得也许你说不定不到2年，
说不定可能再往前推一点，可以更快的拿到你要的，达到你要的目标，或是拿到你要的成果 ，OK 吗？好，那第二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我们来到第三组，选择迷的彩色汽水糖的朋友，你的愿望、你的梦想什么时候实现呢？我们来看一下哦。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哦，这6张牌是实现愿望的一个时间轴。那分别是1个月、3个月、半年、1年、2年、3年。那我个人会觉得，实现的时间点在3个月后跟2年后，这2个时间点是比较高的一个几率。那如果你本身你的愿望是那种不是马上就可以达成的，或是它可能真的是需要时间累积的话，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这个，就是2年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的话，那这3个月之后的这个好的一个气运，它会比较像是，可能你会从你的亲朋好友那边，可能可以继承或是拿到一些东西，可能事物。那继承拿到这个东西，它可能可以推进，可以加快你去实现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梦想。也就是我觉得3个月之后，你会遇到一个
蛮关键的一个贵人，或是一件好的事情，让你能够加速快速的去达成你的愿望跟梦想。OK， 那接下来就是圣杯八，那这是2年后了。那2年后的话呢，我会觉得你真的真正的就会因为你的累积的努力而迎来一个很大的喜悦，很大的成功。OK， 所以如果你本身的愿望是一个比较需要长期累积，真的不是这么快就可以得到的，那我觉得就是2年左右。那如果是那种来得很快的，我觉得你要不要就是去买个乐透之类的。OK， 因为其实钱币10也代表着一个丰饶，一个就是物质上面的一个满足这样子。好，所以我会觉得说不定可以去买买看这样子啊，但是不要花大钱好吗 ？OK， 因为会中奖的人就是会中奖这样子。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就是你要做哪些事情会让你更快的显化你的愿望达成，或者是可以将你的愿望的成果再往上提升，让它成果更丰硕、更丰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宝剑4哦，每次出现宝剑4，我就会说，我觉得你是不是最近太疲累，你的身体是不是有点吃不消了？因为其实宝剑4它本身会有一点就是健康不是这么好的一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会希望你如果看到这张牌了，那我会劝你可能需要多休息，多调养身体。就现阶段而言，我觉得你要先停下脚步，好好休息，可以吗？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如果要去实现你的愿望，实现你的梦想，那我觉得你必须要脱离你的舒适圈。就是我会觉得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不满跟更多的觉得哪边不够，你才能够进步。就我觉得你可能把自己放在一个太舒适的地方，或是太安全的地方。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只会消磨你的一个动力，或者是消磨你的一个冲劲，这样子。OK， 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是我会觉得你现阶段如果你还没有弄清楚你自己的目标，或是你的就是你的愿望该怎么去达成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如就是先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有哪些可能性。那你的目标、你的梦想是不是真的就是你现在想的这个就好了，就可以了？或是真的这个好吗？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先天马行空的先想一轮，再去决定。OK， 那再来就是，我会觉得，当你比较确切的知道，你的方向，那也顺便就是一边调养你的身体之后，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嘛，就是你要对现阶段现状很多事情你要有抱持着不满，你要想要去更把它给处理得更好，把它给导向更好的一个境地的话，那我会觉得你可能针对你发现的这些问题，你可能需要去做问题的改善，或是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循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把自己的手脚绑住。就我觉得你确定你自己现在目前现阶段有哪些不足，或者是你做出来的东西有哪些不够，
不能够那么令人满意的地方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修改，怎么样去调整，可能就马上就去做，不要自己绑手绑脚。然后再来就是承认自己的确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部分的确有点不足。OK， 好，大概是这样，就是要去解决问题，然后去面对你的问题跟不足这样子。那记得要多休息哦，好不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来看一下你不可以怎么样。好，就是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会让你的愿望实现的这个时间点再往后延，那也有可能就是会阻碍你去实现你的这个愿望或梦想这样子。那等一下，我读一下哦。第一点，我觉得你不要想过多耶，就是你可能想了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然后可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真的去展开行动，或者是你可能会一直觉得，我可能练习不够，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充足，我可能还没有办法有那个能力去实际上挑战。那我会觉得这些想法都会害了你。就是说，有时候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读书，或者是我们可能做一些练习，都是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总不能一辈子都在读书，一辈子都在练习吧？总是必须要应用我们所学，然后在实际上的一个工作环境，或者实际上的一个可能学术环境里面去实战，去累积经验。其实我觉得这个更能够让你的实力快速的增加，就不是一直关在自己的舒适圈，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里面，不断的去练习，不断的去有点，我觉得是有点逃避的感觉。好，那其实这张圣杯4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一直在你的舒适圈里面，你一直没有走出去，那这是不行的。OK， 我们有时候就是把自己丢在一个险恶的环境里面，其实那个时候的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你累积到的经验值，那才是真的。要不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纸上谈兵而已。那再来就是钱币7。钱币7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一直在这边，我会觉得你是一直在看着，你现在感觉好像都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可是你一直没有再往下一步怎么去解决，怎么样去发现问题，没有再往这一步去执行。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好像我都一直这样子，好像现在这个事情一直没有改变，然后你一直陷入那种就无限回圈的，一直不断的就是想，怎么会好像没有进步，没有怎么样，没有成果。那你就想，没关系，那我再练习好了。可是其实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跳脱出来你的舒适圈，你跳脱出来，直接有点像是直接上战场这样子，直接去挑战实际的情况，才能够真正的把你所学的，你以往你知道的东西发挥出来，要不然真的太可惜了。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key card。key card 是钱币3。好，那钱币3其实它有个很大的意思，就是第一就是合作。OK，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有时候你自己可能很不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待在舒适圈，或者是你可能不是很清楚你错的地方在哪里，或是可能不够的地方在哪里，你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找你的，例如说可能合作伙伴、工作伙伴，或是可能同学，或是好朋友、亲朋好友，来协助你去找出问题的根源，或是一些问题的症结点，这样子。好，那另外就是说到底，其实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纸上谈兵，其实不够的，必须要实际上的去工作，实际上的去累积经验，才是真真正正的前往你想要实现的一个路上，这样子。因为我们 key card 主要是你怎么样子才能够确认你自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实现你愿望的正确的道路上。那我会觉得出现钱币3就代表你如果有真真正正的在踏实的在做事，而且是就事论事的做事哦，就是没有什么情绪化的事情发生，就是完全就是就事论事，然后好好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工作，去实战，去累积现场的经验，去累积你一些可能发挥你之前所学的，然后得到的一些成果，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OK， 好，那空想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天马行空的想很多的可能，跟可能去吸收各种知识，然后广泛的去跟大家问意见，但是实际上你还是必须要去执行。那执行什么呢？就是找出你现在没有进步，或者是没有成果的一个症结点，或是一个问题所在，然后你好好的脚踏实地的去做解决，脱离你的舒适圈，去实际上去工作，实际上去挑战，这才是你真真正正的走在你实现愿望的道路之上。那顺利的话，说不定你可以让这2年后的成功再往前推一点哦，好吗？ OK， 那第3组的朋友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今天的导读已经全部都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分享，或是留言给我。祝福大家能够尽早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一起加油，拜拜。